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从医院回到家，站在门口，被眼前的景象刺激到，差点控制不住地哭出来。大门被人泼上红色油漆，门口是一大滩黄色的污秽物，臭气熏天，看得人胃液涌动。我擦擦眼泪，反身朝医院走去。陈老太太躺在床上直叫唤，身边站着她儿子，一脸的谄媚和讨好。看见我过来，他儿子蹭的一下站起来，粗鲁地把我往门口推。滚滚滚！你又来干什么？陈老太太哎呦一声，陈明赶紧跑过去，殷勤地搓着手问他妈怎么了。陈老太瞥了我一眼，费劲地抬起手招呼我过去。小叶啊，你过来陪我说说话。闷得慌，我忙不迭地跑过去，坐在老太太身边聊起天来。陈明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继续凑过来，笑嘻嘻的：“妈，今儿中午想吃什么？儿子给你买。”陈老太懒懒地掀了掀眼皮：“城东那家豆腐脑，我馋了好久了。”陈明脸色一变，很快又笑了：“行，您想吃，我就给您买，等着呀。”陈明前脚走，陈老太后脚就拍着我的手：“看你眼睛红了。那混小子是不是又来欺负你了？”我点点头。老太太，这样下去成吗？陈老太哀酸地笑了，腮帮子像塞了2颗酸枣。我老了，就想享受享受儿孙之福。我错了吗？我握住她的手，也叹了口气。陈老太是我的邻居，她老公在陈明10岁的时候，从工地的外架上掉下来，摔死了。工地象征性的赔了5万块之后，便再没下文。家里的顶梁柱没了，断了经济来源。是陈老太一手将儿子拉扯大，他没有文化，没有手艺，只能去卖力气。那些年的日子过得艰辛无比，好不容易陈明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陈老太终于能够喘口气了。陈明又带回来一个女孩子，他要结婚了，女方张口就要10万彩礼。那天，陈老太坐在屋里的正前方，看着外头暖烘烘的太阳，仍然觉得冰冷刺骨。他知道，就是要了他这条老命，他也拿不出10万来。他耷拉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嘴：“10万有点多，要不然少点吧。”女孩子狠狠地瞪了陈明一眼，站起来就走。陈明没追回女孩，转头便对陈老太发了脾气：“家里这么穷，我连媳妇都娶不上，现在好了，你就看着你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吧。”自然是不能看着自己儿子打光棍的。那天之后，陈老太又出去找活做了。她年龄大了，做不了什么苦力活，只能在一家超市当保洁，下了班就去捡塑料瓶。平时更是能省就省，他只希望尽快凑够10万彩礼，让儿子娶上媳妇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有一天，陈明突然怒气冲冲地回来，一顿噼里啪啦的责骂：“你为什么要在街上捡破烂啊？人家看到了，说我虐待你呢。你能不能为我想想啊？我可不想被人戳脊梁骨。”他来去匆匆，根本顾不上看一眼陈老太饭桌上摆着的馒头和咸菜，这是他的晚餐。儿子不让捡破烂了，超市的工资1个月不过2000来块，要凑够10万，简直是遥遥无期。陈老太想到了去卖肾，他听别人说一个肾值小几万呢，这样儿子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别人一听他要卖肾就笑了：“大妈，你看你身体这么差，谁敢要呢？回家吧，我们对器官是有要求的，肾卖不了。”陈老太还是只有回去做保洁，在晚上没啥人的时候继续出去捡破烂。好在陈明工作努力，3年后升了职，成了一个小主管，工资翻倍，有了点积蓄，
恰巧这时有女同事对他表白，两人处了一阵，把结婚这事提上了日程。女同事林薇是城里人，小康家庭，她父母知道陈明家里的情况，也没刁难，反倒是赞助了女儿30万付首付，让陈明出钱装修。至于办酒席的钱，林薇父母和陈明一家一半。结婚前，陈明带着林薇回老家看陈老太，陈老太很高兴，家里没有像样的菜，他去镇上的精品超市买了一大堆。趁着陈老太在厨房忙活，林薇就在家里到处转悠，看得直皱眉。尤其是看见一只苍蝇在餐桌上方飞来飞去，最后停留在那盘黑黑的咸菜上时，终于忍不住去拽陈明的衣袖：“走吧，我妈他们还在家等我们呢。”陈明看了眼厨房里洋溢着满脸笑容的陈老太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也仅仅是这一会儿，便做了决定：“行吧，我去跟我妈说一声。”陈老太听说他们要走，脸上的笑僵住，有些无措地看了眼锅里的肉丝，喃喃着：“菜都要好了。”陈明不耐烦地说了句：“有急事，您自己吃不就行了吗？”林薇一只脚已经踏出了大门，陈老太赶紧熄火，小跑着进卧室，拿了一张存折出来：“这是妈的全部积蓄了，拿去办酒席吧。”陈明不客气地收下，转身就去追林薇去了。陈老太站在那里看陈明离开的背影，忍不住晃着身子跟到门口，便听见林薇的嗤笑：“才3万块，怎么办酒席？你妈还真是抠门。”陈老太在门口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她为自己没能给儿子存下更多钱感到羞愧。陈明的婚礼定在下个月的15号。那天，他穿上他结婚时穿过一次的衣服，坐在家里等陈明来接他。他在家里等了又等，从清晨等到黄昏，陈明都没有出现。到了晚上，陈老太忍不住了，给陈明打电话过去，问他今天为什么没来接他去参加婚礼。陈明在那边不耐烦地说：“你那副样子怎么去呀？客人那么多，你来了不是丢我的脸吗？”那边吵吵嚷嚷的好不热闹，有人叫着陈明的名字，他应了一声，便啪地挂断了电话。此后的1年里，陈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陈老太给陈明打过几次电话，他都找借口推脱，说自己工作忙。林薇又怀孕了，他实在是分身乏术。陈老太想去城里照顾媳妇，被陈明一口回绝：“他妈在这边呢，您就别来添堵了，好好在乡下过你的日子不就完了吗？”陈老太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，这一刻心尖锐地疼了起来。就这样过了半年，林薇顺产生了个大胖小子。陈老太在电话里高兴得不得了，她决定要去城里看看大孙子。她说走就走，去市场买了几只土鸡，又拎了满满一篮子鸡蛋，便坐车朝陈明新家出发了。转了3趟车，累得精疲力尽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他没告诉陈明，他想给他个惊喜。陈老太凭着记忆中陈明说过的地址，一路寻了过去，然后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敲响了门。陈明一脸惊愕地看着门口扑腾乱飞的鸡以及满头大汗的母亲，他手里那个灰秃秃的蛇皮口袋像个沙漏一样，不断地往下掉着沙土，因为袋子下面装的是裹着干泥的番薯。陈明实在没有勇气把这样的母亲领进家门，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。陈老太没意识到儿子的难堪，提着一堆东西就要往里挤。丈母娘抱着孙子出现在门口，轻蔑的表情就那么扎眼地挂在脸上。“哎呦，我说陈明啊，这谁呀？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领？看看这漫天的鸡毛，万一宝宝过敏怎么办？快拿出去！还有这个袋子，恶心死了！”陈明窘得满脸通红，
他看着母亲手里提着的那些廉价脏污的土特产，满是油渍的包，以及那几只扑腾乱飞的鸡，在这个窗明几亮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扎眼。他一把将踏了一只脚进来的陈老太推了出去。你来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你带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城里不比乡下，你还带活鸡来，放哪儿？陈老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嗫嚅着，这可是土鸡呢，我买来给你媳妇补身体的。行了，您赶快回去吧，这些东西都买得到，你何必费这个劲呢？这就回去呀？我还没看见我大孙子呢。哎呀，你烦不烦？以后宝宝大了，我带他回来看你行吗？陈明不耐烦地将陈老太往电梯里推，赶紧走，跟个土农民一样，丢不丢人啊？陈老太沉默下来，跟在陈明身后一声不吭的路过小区垃圾桶。陈明将那个蛇皮口袋一把扔了进去，一边不停地骂骂咧咧。现在谁还稀罕这些玩意呀？陈老太来不及阻止，就被陈明推上了一辆出租车。麻烦你把这老太太送到车站。陈明转身就走，仿佛多待一秒都有损尊严。看着陈明消失不见，陈老太才从车上下来，急急忙忙地小跑回去，从垃圾桶里将自己的口袋给拽了出来。后来我回到老家，在陈老太隔壁租房住下。我父母早逝，婚姻失败，无儿无女，见陈老太一个人孤苦伶仃，生病都没人回家探望，便生了恻隐之心，时常关照她。闲时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，她给我讲她的故事，我听得心酸，怎么也想不通他那个读了大学的儿子为什么就这么冷血无情。那天之后整整5年，陈明都没有回过家，连电话都少有。陈老太身体越来越差，一天不如一天。朝夕相处间，我同她的感情也愈加深厚。我母亲走得早，她年龄与我母亲相当，我便自然而然地将她视为了亲人，照顾起了她的饮食起居。直到有天晚上她咳血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赶紧将她送去了医院。一查，肺癌晚期。陈老太像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，很平静，只说自己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见过大孙子。我给陈明打电话，让他赶紧来一趟。起初陈明还不愿意，非说工作忙走不开，气得我在电话里大骂：你妈都要死了，你还顾着工作。2天后，陈明和他媳妇终于来了，在病房门口站了站，去问医生他妈的病情。医生只是摇头。我让陈明留下来照顾他妈，陈明立马跳脚：你不是我妈的保姆吗？为什么要我来照顾？我气得发抖。这些年你对他不闻不问的，现在他都成这样了，你都不愿意照顾他一下。林薇自始至终都站在门外，掩着鼻子，神色间全是厌烦。都要死了，还来折腾我们干什么？陈明，你要留下就留下吧，我得回去了。陈明一听，立马就要追上去一起走。临走时，他甩了2000块钱给我，好好伺候我妈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看着他们薄凉的样子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。我回到病房，陈老太连忙侧过身去背着我，我心里酸酸的，分明看到了她眼角的那滴泪。晚上我给她洗脚，我握着她那双瘦脚，好像握着2根粗树干，硬而冰凉，粗厚的脚趾滑得手疼。我一边熟练地给她按压穴位，一边讲些宽慰的话。她呆呆的，眼睛里光都没有了。正当我为医药费发愁时，突然接到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片区域要扩建成高速公路，要拆迁了。陈老太的房子占地面积广，拆迁款合计下来大概有200来万，我高兴坏了，这下手术费有着落了。谁知第2天陈明就出现了，殷勤地围着陈老太打转，
陈老太看了他一眼，宣布了一个雷人的消息：老家要拆迁了，听说有200万左右，反正我这病也是治不好的了。我决定把这笔钱给小叶，他孤苦伶仃的可怜。陈明立马炸了：我才是你儿子，你凭什么把钱给一个外人？陈老太闭着眼睛，不管你是不是我儿子，谁对我好我就给谁。这天之后，陈明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宿的守在陈老太床前嘘寒问暖。他甚至把林薇也叫了过来，贴身伺候，把原本我做的活给抢了，端屎倒尿的，殷勤的不行。陈老太仍旧不满意，说了句想大孙子。第二天，陈明就把他儿子给接了过来。陈老太高兴的又搂又抱，就是舍不得撒手。即使陈明他们做到这个份上，他还是不改口，拆迁款执意要给我，甚至写了遗书，点名要我继承他的遗产。这可把陈明气坏了，他整天都挤兑我，想方设法赶我走，甚至做出在我门上泼油漆这样下三滥的事来。这几天，陈老太的精神明显看着好多了。陈明每天都带着儿子到陈老太病房里来讲笑话，逗她开心。小宝长得虎头虎脑，一双大眼睛特别可爱。陈老太每次都恨不得将他搂在怀里不撒手。陈明见陈老太心情好，顺嘴提了句拆迁款的事。陈老太淡淡的逗弄着怀里的孙子，头都不抬。我说了，谁对我好我就给谁。一旁的林薇忍不下去了，冷着脸叫小宝过来。陈明也恹恹地跟了出去。我去开水房接热水，就听见他们在楼梯间吵架。我受够了，这老太太到底想怎样？我们都做到这份上了，她还不松口说把拆迁款给你。我天天给他端屎倒尿的，都快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陈明也烦，点燃一根烟猛吸了2口。我有什么办法？这老太婆就这么轴，她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你就再委屈委屈吧，那可是200万呢。我悄悄地退了回去，为陈老太感到悲凉。那天陈老太精神异常的好，她想和陈明他们照一张全家福。陈明没好气地呛了句：都要死了，还这么折腾。陈老太跟没听到一样，照了我就说把拆迁款给谁。陈明一听就笑了：您等着，我这就去请摄影师到病房来。陈老太喜滋滋地拉着我，让我给她梳头发，换一套干净的衣服。我心里难过，替她扎头发时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，落进她那头白发里。照片拍得很好，坐在中间的陈老太笑眯眯的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陈老太让陈明他们第2天再来，到时候他就把拆迁款给他们。陈明一家笑眯眯的走了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眼泪再一次汹涌而出。下午我就带着陈老太出院了。第2天，当陈明他们赶来的时候，陈老太已经过世了，她安详地躺在床上，嘴角饰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就像睡着了一般。陈明怔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那拆迁款呢？我瞪他一眼，把陈老太临走时交给我的盒子递给他，他喜笑颜开地接过去，打开一看，脸色就变了。他捏着盒子里的长命锁：钱呢？这是什么玩意？没钱。这是老太太给小宝的礼物，她唯一值钱的东西了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告诉她根本没有拆迁款，老家要修建高速公路不假，要拆迁也不假。可巧的是，高速公路改道到陈老太门前，恰巧转了个弯，连1平方米都没被占到。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故意放出这个消息，骗陈明他们来看她。无非是想儿子和孙子心切，迫不得已要我配合他演了这出戏罢了。陈明听得目瞪口呆，林薇更是愤愤地骂了一句，抱着小宝转身就走。陈明转了一圈，
无法接受地骂了一通，把盒子一摔，也跟着走了。我蹲在陈老太身边，哭得稀里哗啦，为他这辛苦操劳的一生感到不值。陈明又怎么会知道，为了不拖累他，他选择了吃安眠药自杀？不是没想过阻止，可当我看着他在每一个夜晚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、凄厉惨叫时，心就像插了一刀。我不忍他苦了一辈子，临死还要受这种折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下那把安眠药。我替陈老太办了后事，陈明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。我蹲在他坟前，将那张全家福一并烧给了他。如果有来生，希望他能像照片上一样，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